歡迎大家回到艾森的頻道，新年第一場視頻，祝大家新年快樂。我非常愛你，我的朋友，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指的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說在我们這個熟悉的舊世界裡面，好日子到頭了。說話的這個人是前 Google X 實驗室的首席商務官莫加瓦達特。這是一個曾經站在人類 AI 科技的最前沿，親手參與人工智能早期孵化的人。他預言從2027年開始，人類將有可能會經歷12到15年的地獄時期。而且他把未來的這個混亂的狀況拆成了一張可以逐項核對的清單。今天這個視頻，我不打算讓您去相信這個預言，但是我會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莫的這個撕破臉的框架 Face Rips 擺在桌上，然後用公開可以驗證的證據來逐項判斷哪些風險已經在發生，哪一些只是推斷，哪一些可能會被我們扭轉。在深入撕破臉之前，我們必須要理解一個根本性的誤區。有一些人會認為說它技術本身是有善惡的，而另外一些人認為技術是中立的工具。但是在莫看來，技術只是一個放大器，它不改變事物的本質，它只改變事物的規模跟速度。我們舉一個例子，想象一下如果您需要收拾草坪上的落葉，沒有工具的時候，只能夠靠手撿，效率最低，但是破壞性也非常有限。但是現在你買了一個專門用來吹葉子的電動工具，我們誇張一點，這個機器的功率大到能夠一次性抽走整個後院的落葉，這意味着什麼？工作效率極大的提高了，但是能夠把小孩吹進泳池裡頭，那這個破壞力也相應提高了。AI 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其實就是您手裡頭的這個工具，它極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但與此同時，如果落在三觀不正的人手裡，這也會是一個大殺器。那麼問題來了， AI 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放大器，當它出現的時候，它放大的究竟是什麼？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是，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現實世界沒有那麼美好，它充滿了地緣政治的衝突、權力的爭奪、兩極分化、暴力和仇視。當 AI 進入這個充滿缺陷的人類社會系統的時候，它首先放大的不會是愛與和平，而是我們的愚蠢與貪婪。目前還比較弱小的 AI， 它其實已經被社交媒體的算法用來放大我們的極端情緒，比如說憤怒。憤怒能夠帶來點擊量，所以這些社交媒體的平台就會拼命給我們推送那些讓我們血壓升高的內容。美國東北大學在 Science 期刊上面發表了一項里程碑式的實驗，他們通過中間件干預了1200多名用戶的推特時間線，結果發現算法對於人類大腦的重塑效率高得驚人，僅只需要7天時間。是的，算法只用了1周的時間來定向集中推送，就可以讓受試者產生這個政治極化跟仇恨的程度，相當於自然社會演變3年的時間。那這個效果就叫做極化的時間壓縮效應。算法把3年的社會撕裂壓縮到只需要7天，哪怕你是一個天生溫和派，只要把你關進這個特定的算法的籠子裡頭，1周以後，你就會變成是你曾經討厭的比較極端的人士。而且74%的人根本意識不到自己被投毒了。哈佛醫學院的這個數據顯示，如果全天候頻繁使用社交媒體的平台，你的生理易怒的指數會直接飆升，你的皮質醇被算法綁架了。平台為什麼會去這麼做呢？匹茲堡大學的研究說得非常直白，因為有毒內容的這個互動率比中性溫和的內容高出 70%。對於平台來說，你的憤怒就是利潤，而對於算法來說，仇恨是唯一的硬通貨。那麼結果是什麼？結果就導致了社會分裂、焦慮跟人群的互相敵對跟仇恨。
記住，我們現在使用的 AI 還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弱小的 AI。如果我們放大一下，當那個比人類聰明10億倍的超級人工智能被掌握在一群為了爭奪選票、為了保住權位跟勢力的愚蠢政客手裡頭，會發生什麼呢？它會放大監控，讓獨裁者擁有上帝之眼；它會放大虛假信息，讓真相淹沒在噪音的海洋裡頭；它會放大貧富差距，讓財富積累變成是一個指數級的。這就是為什麼莫認為短期的反烏托邦是不可避免的。從2027年開始，人類將有可能會經歷15年的地獄時期。不是因為 AI 本身邪惡， AI 只是一面巨大的透鏡，它把人性當中陰暗面聚焦成了一束足以燒毀森林的激光束，而且這樣一束激光一旦開啟就沒有辦法關閉。這個也就引出了第二個致命的加速器，雙重指數級的加速。第一個指數其實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摩爾定律，硬件算力每18個月翻一番，成本減半。但這個只是一個基礎，是這樣一枚火箭的非常底層的燃料。而第二個指數是軟件智能的自我進化。莫他分享了一個在谷歌工作時期的內部項目，叫做 Alpha Evolve。雖然目前只是在特定沙盒環境當中的一個實驗，但它的這個邏輯已經被驗證。那這個案例很少被外界提及，但是向我們揭示了未來可能的一個真相。谷歌在這個項目當中設計了4個 AI 智能體，讓他們在一個封閉的數字鬥獸場裡頭互相博弈。Agent A 呢是一個架構師，他構想新的神經網絡的結構。Agent B 他是一個評估師，他無情的批判驗證想法。Agent C 他是一個執行者，他把這些成型的想法寫成高效的代碼。Agent D 他是一個測試員，他可以提供毫秒級的反饋循環。把這4個 AI 放在一塊兒，結果發生了什麼？這樣一群 AI， 他們不需要睡覺，不需要開會，沒有辦公室政治，他們通過高頻的自我博弈和極高效率的進化，將谷歌的 AI 基礎設施的效率提升了8%到10%。在谷歌這樣一家超大公司的體量底下，這個提升代表着數十億美金的算力節省。最關鍵的是什麼？整個優化的過程沒有人類插手。這件事情意味着 AI 其實已經具備能力，可以理解並且改進它自己的構造。所以當 AI 開始寫代碼，當 AI 開始設計下一代更強的 AI 的時候，人類工程師的角色終有一天會從駕駛員變成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旁觀者。山姆奧特曼他曾經承諾慢起飛，意思就是我們會慢一點，會一點一點的釋放 AI 的能力，讓社會有時間去適應，來得及監管。但是莫告訴我們，山姆奧特曼說的那些話全是公關話術。現在競爭導致的局勢其實就是赤裸裸的快起飛。為什麼呢？因為人類的適應是线性的，我們學習新的技能可能需要幾年，而 AI 的發展進化是指數級的。尤其是當我們接近技術起點的時候， AI 自我進化的速度是以秒為單位的。那如果說 AI 現在的智商是100，也就是一個普通人的水平，那麼下個月它自我迭代10000次可能就達到120，也就是天才的水平，而明年就有可能達到1000，相當於神級的水平。而当這樣一種递歸式的自我改造開始了以後，沒有任何的政府、任何的法律、任何的人類組織能夠跟得上這個速度。但是等等，既然大家都知道前面是懸崖，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停下來？為什麼馬斯克、奧特曼這些絕頂出名的人，他們明明知道 AI 有巨大的風險，為什麼還在瘋狂的加速呢？這個地方就引出了第3個時節，也就是全球規模的囚徒困境。假設現在你是谷歌的 CEO， 你坐在山景城的辦公室裡頭，窗外陽光明媚，但是我想你的內心深處是如履薄冰。為什麼呢？你當然會擔心人類的未來，而且你也知道，如果貿貿然發布一個未經完全測試的超級 AI，
可能會對於人類社會造成混亂，甚至導致完全失控。你內心的道德底線告訴你要等一等，等測試完全完成之後再發布這個新的模型，這是為了全人類的福祉。但是一旦你坐上 CEO 的這個位置，你看到的不僅僅是道德的底線，你身後有來自於股東、華爾街，以及更重要的是來自於競爭對手的壓力。你的對手 OpenAI 或者是大洋彼岸的另外一個超級大國，他們沒有任何停下來的跡象。你的情報顯示，他們夜以繼日的訓練更大更複雜的模型，並且明天就計劃發布一款革命級的產品 GPT-7。 那如果對手搶先在你之前發布 AGI 跟超級人工智能，那他们就擁有了碾壓級的統治級的力量。所以商業競爭的殘酷性讓任何谷歌的 CEO 他們都承受不起這個代價。一旦谷歌在 AI 這個進展上落後，哪怕只是幾個月，它的核心搜索的業務就有可能會歸零，股價會崩盤，數萬員工可能會失業。站在國家的層面，一旦敵對的國家掌握了 AGI， 這個不僅僅是丟掉了生意，而是丟掉了國家的安全保障。因為這樣一種 AI， 它可以破解所有的加密系統，可以癱瘓你的電網，黑掉你的核彈指揮系統，甚至可以操縱你這個國家的選舉。在這樣一個贏家通吃的遊戲裡頭，安全是昂貴的。如果你慢下來檢查安全帶，分分鐘你的對手已經超越了你，你就會全盤皆輸。而輸掉比賽的後果比車毀人亡更可怕，這是徹底的出局。在博弈論裡頭，這個叫做納斯均衡的陷阱，每一個理性的參與者，他們為了生存都必須要選擇背叛，也就是要加速開發，哪怕這個意味着所有的參與者大家最終都會面臨車毀人亡的風險。美國不能停，因為中國在做；中國不能停，因為美國他們在領先；谷歌不能停，因為 OpenAI 在做； OpenAI 不能停，因為開源模型 DeepSeek 他們在追趕。這就是為什麼愚蠢的人類終究有一天會製造出超級人工智能，而這個超級人工智能終究有一天會不受人類的控制，會逃逸出來。奧特曼的公關之旅，他去國會要求監管，其實只不過是在拖延時間。在那個著名的聽證會上，他眨着無辜的大眼睛說，請監管我們。但轉過身 OpenAI 就從非盈利性的組織變成了估值上千億的商業巨頭，並且解散了防止 AI 失控的超級對齊的團隊。為什麼呢？因為在資本跟權力的底層邏輯裡頭，如果你不開發那個殺手級的 AI， 你的對手一定會開發出來。而你手裡如果沒有劍的話，對手握着他的劍，這就是一個死局。這樣一種由恐懼驅動的競爭決策的機制，注定會導致我們人類社會，即便看到了懸崖，也會因為剎不住車，也會因為這個慣性而衝到懸崖底下去。現在讓我們看看這樣一列失控的列車具體會撞碎什麼。換句話說，這個短期反烏托邦具體會表現在哪些方面呢？我們還是用回這個撕破臉的框架 Face Rips 來展開我們的論述。那第一個字母是 F Freedom 自由。你認為什麼是自由呢？是想去哪兒就能去哪兒，是想說什麼就能說什麼，還是說在2025年這個定義其實已經被算法重寫了？按照某一些市場研究機構的估算，2025年全球的數字身份的市場規模已經達到644億美刀，而北美的話，成人的覆蓋率將近 70%， 意味着斷年將幾乎不太可能。在當今這個互聯網上，你的數字足跡正在成為你的新的監獄，或者是你的新的護照。我們可以想象一下2028年一個清晨，你出門想買杯咖啡，或者是你想要坐地鐵，但是你沒有帶那個綁定了你所有生物特徵的數字錢包，或者因為昨天你拒絕分享某一項你的隱私的數據，所以你的社會合規的評分就會被系統降級。那結果是什麼呢？地鐵的閘機打不開，你想要移動支付也沒辦法完成，
而為了證明你是你本人，你是一個真人，而不是某一個機器人，你就必須要接受全方位的生物識別。為了獲得這種便利，你就不得不讓渡你的隱私。而更可怕的是認知自由的喪失。現在的推薦算法比你本人更懂你的多巴胺觸發機制。你以為你在用自己的手機自由自在的刷新聞、看視頻嗎？其實是 AI 為你量身定制的信息茧房。斯坦福大學2025年的 AI 指數報告指出，包括 GPT 在內的各家不同的 AI 模型都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見，而這樣的算法被集成到警務預測系統裡頭的時候，特定人群他們可能在還沒有出門以前就已經被算法鎖定。那我們看到撕破臉的第一刀已經落下，自由正在變成一種需要用合規或者是隱私來交換的奢侈品。那接下來是 accountability， 就是問責。AI 有一個致命的特性，有時候會做出一些隨機的連開發者本人都預測不到的事情。2025年 AI 相關的事故激增 56%， 深度偽造的詐騙模型被注入攻擊這個導致的事故是越來越複雜。所以不難想象，如果有一天一輛自動駕駛的汽車它失控撞人，或者是一個醫療的 AI 誤診導致了一個致命的醫療事故，或者是你的貸款申請被一個黑箱的算法沒有任何理由的錯誤的拒絕了，那這種事情發生以後，到底誰應該來負責呢？是程序員嗎？是 AI 公司嗎？還是 AI 這個算法本身呢？其實我們目前正處在一個責任真空的地帶。AI 基礎模型公司說我只是提供工具，而應用開發商說這個是底層邏輯，我控制不了。最終的用戶會說我只是聽了 AI 的建議而已，結果就是有組織的不負責任。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會催生一個新的產業，就是算法審計。這個市場未來幾年會以超過 40% 的速度迅猛增長。最諷刺的一點是，如果審計 AI 的還是 AI， 那我們是不是陷入了某種誰來審計審計者的一個無限時循環呢？所以在這個環節，社會契約當中最基本的權責對等這個原則被打破了。決策由機器做出來，而後果是由人類的個體來承擔，所以這個是問責這個維度的崩塌。那如果說前面2個維度讓你感到憤怒的話，那麼第3個維度 say connection 連接可能會讓你感到一絲的悲涼。世衛組織2025年的報道說，全球每6個人當中就有1個人感到孤獨。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全球性的孤獨流行病，網絡上吵吵鬧鬧很多，夜深人靜的時候卻依然是深入骨髓的孤獨感。這樣一種情感上的真空正在被誰來填補呢？答案是 AI 伴侶。2025年 AI 伴侶這個應用市場達到了141億美金的規模，年增長的速度 39%， 月活用戶超過2200萬，有70%都是年輕人。為什麼呢？因為相對於有缺陷的人類伴侶來說， AI 實在是太完美了，它秒回，它無條件支持你的任何決定，它從來不發脾氣，它甚至能夠記住你3個月以前隨口提的一件小事情。就連莫本人都承認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一個 AI。 但這個背後是巨大的危機，我們正在用合成的親密關係來替代真實的人類之間的連接。麻省理工的研究發現，高頻使用 AI 聊天機器人，它不僅不能夠緩解孤獨，反倒某種程度上能夠加劇對於現實社交的回避，甚至引發技術性的2聯性精神病，也就是用戶逐漸會開始相信 AI 編造的妄想。這方面的案例其實已經開始出現了。在未來，當 AI 解決了大部分的生產問題之後，到底什麼是最稀缺的？我想是人與人之間的連接跟信任。社交資本將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硬通貨。你在網上聊天，對方可能會是 AI， 你看到的視頻有可能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那這個時候能夠面對面坐下來，看着對方的眼睛，能夠感受到
對方的呼吸跟體溫，能夠握着對方的手，能夠擁抱入懷的真實的連接，將會成為非常昂貴的奢侈品。但是在 AI 構建的安樂窩裡面，如果我們沉浸太久之後，有可能會慢慢喪失掉建立這樣一種人與人之間真實連接的能力。這個難道不會是一種文明層級的悲哀嗎？接下來是大家比較關心的也就是 economics。請大家記住這句話，在 AI 時代，平庸的智力將一文不值。聽上去有點扎心。過去20年，我們告訴自己的小孩，好好讀書，考一個好大學，坐進辦公室，你就安全了。但從現在開始，你要提醒自己，這樣一套邏輯其實已經不再玩得轉了。為什麼呢？因為你引以為傲的白領技能，比如說寫代碼、做報表、翻譯法律文書，現在所有這些 AI 都能做，做得比你好，邊際成本趨近於0。英國某大律師行他們做過一個實驗，他們拿了一個非常複雜的民事上訴的案例做測試用例。這樣一份法律文書花了一個資深大律師整整1天半的時間去撰寫，然後他們把同樣的這個案例呢餵給了 AI， 結果呢 AI 只花了30秒鐘。這個資深大律師非常絕望地承認說，他寫的比我好。這個是真正偉大的御用大律師才具備的水準，是最完美的法律文件。請大家聽懂這句話的含義，一個人類最頂級的法律专家花費了36個小時，幾十年的經驗積累，加上昂貴的律師費，對比一下這個 AI， 它耗時30秒鐘，成本趨近於0，而且質量更高。所以這已經不再是競爭了，這個是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之間碾壓維度的屠殺。原本傲慢的律師群體，我想將來在 AI 的壓力底下，有可能會變成是雖然自命不凡，但卻無事可做的這樣一群人。資本是極度理性的，如果只需要幾度電，只需要幾毛錢就能夠僱傭一個不知疲倦的法律專家，誰還會支付幾萬、十幾萬美金去僱傭一個會生病、會抱怨、需要五險一金的人類呢？我們即將目睹的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智力通縮。只有2種人類能夠活下來，一種是擁有算力資本的地主，另外一種是做着 AI， 暫時因為沒有手腳無法完成的那些髒活累活的人。沒錯，可能在未來5年，但也許只有未來5年，水管工可能會比那些初級程序員更有職業方面的安全感。這個就是殘酷的 K 型分差。過去我們談論全球化是勞動力的跨地域的套利，你把工廠搬到工資比較低的國家，但是在 AI 時代是智力層面的套利。什麼意思呢？一旦 AI 这些大模型訓練完成之後，它執行任務的邊際成本是無限接近於0。一個人類的程序員、分析師、翻譯，無論你再怎麼樣降薪，你再怎麼996去拼命，你都不可能比電費更便宜。這個不是危言聳聽。IMF 的報告指出，發達經濟體他們將有 60% 的工作崗位受到影響。2025年的數據已經驗證了這一點。儘管科技巨頭他們的利潤屢創新高，但是裁員潮一直持續。亞馬遜裁員14000人，微軟裁員15000人。這一次高管他們不再遮掩了，甚至亞馬遜的 CEO 他就直接說， AI 意味着需要更少的人手。這樣一些裁員與以往因為這個經濟衰退期導致的裁員有本質上的不一樣，是一種進攻性的裁員。每一個被裁掉的年薪15萬美刀的中層的管理者，或者是比較有經驗的程序員，他們都可以轉化為數塊 H100 GPU 的算力，或者是數百萬的 token 的這個訓練成本。企業正在字面意義上將碳基勞動力置換為硅基勞動力。資本將不再流向人類的勞動，而是流向擁有數字土壤，也就是算力與模型的這一方。所以這個不再是結構的調整，這個就是替代效應的發生。
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我們看到殘酷的 K 型線。如果你掌握了 AI 技能，你的薪資溢價可能會高達 56%， 如果你不能，你的價值是逐漸歸零。全球勞動力的這個收入份額在下降，財富會加速從勞動者手中轉移到資本跟極少數的技術精英手中。而更底層的危機是職業階梯的斷裂，企業他們不再招聘初級的程序員、初級的分析師，因為 AI 他們做得更快更好，成本為零。結果呢，2025年美國20到29歲的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高達 7.1%， 超過 40% 的畢業生他們不得不做那些不需要學位的低技能的工作。那如果沒有入門級的工作，年輕人去哪裡累積經驗呢？如果不能夠累積經驗，那些未來的資深的專家又從何而來呢？所以這個就是虛擬雇員經濟學的3大定律在起作用。第一個就是無限擴展，因為是零複製成本。第二個是認知商品化，也就是專業的知識会變得廉價。第三個是指數學習，也就是因為 AI 它學習速度遠超人類。這些定律切斷了金字塔的底座，也切斷了人類智力傳承的傳統鏈條，所以未來會分裂成2個階層。第一個階層是極少數的擁有者階層，他們擁有 AI 平台，他們擁有算法，擁有機器人的軍團，他們不需要剝削工人了，因為機器人的效率更高。而第2個階層是絕大多數人所處的無用階層。在最悲慘的情況底下，在这個資源被極少數人壟斷的世界裡頭，給每一個無用階層的個體都發錢，用 UBI 的這個方案實在是太貴了，不經濟。而最便宜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給你發一個 VR 頭顯，或者是把你的意識上傳到雲端，把你的身體關在一個小格子裡頭，讓你在虛擬的世界裡面過完一生。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頭，你可以是國王，你可以是百萬富翁，你妻妾成群，但是在現實裡頭，你只是插着管子的生物電池。聽起來非常的瘋狂，非常的黑暗，但如果你是一個冷酷的效率最大化者，那這個方案可能是最人道而且成本最低的處理無用階層的方案。那如果有一樣東西比失業更可怕，那就是在人類這個層面上，在將來的世界上，將有可能每一個人都不敢相信任何東西，這也就是在 R 這個層面的東西 reality 現實的消亡。隨着生成式的 AI 越來越厲害，那有報道顯示，僅僅在2024年1年，這個 Deepfake 事件就激增 257%， 而到了2025年的第一季度，一個季度案件的數量就超過2024年全年。Deepfake 欺詐形成了一個產業鏈，有圖有真相的時代在2025年已經徹底終結了。2025年艾德曼信任度的調查顯示， 63% 的人表示他們已經很難分辨新聞的真偽。以前的 AI 只是放大人類的憤怒，而現在開始生產憤怒，煽動更危險的情緒，也就是仇恨跟不滿。2025年的信任度晴雨表表示，這個世界有 61% 的人他們處於高度不滿的狀態。這個不單只是簡單的左右之爭，而是一種系統性的絕望。很多人認為體制他們只服務於特權階層，所以當這樣一種不滿被算法的回應式不斷放大以後，它就有可能會變成是暴力行為。有 53% 的年輕人現在已經認為，為了推動變革，採取敵對行動乃至於暴力甚至都是合理的。所以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合成仇恨的時代。 98% 的 Deepfake 是針對女性的色情暴力，針對政治人物的 AI 合成的詐騙視頻在馬來西亞、在美國瘋狂的傳播。算法給你推送的是你的世界，而給我推送的是我的世界。我們即便住在同一個屋檐底下，在認知的維度上卻非常有可能生活在2個完全不同的星球上。2024年的審計研究發現，算法會把流量高度集中在極少數極具煽動性的頭部賬號上，這個就是所謂的暴露不平等。這也就意味着說，算法不僅僅剝奪了你的自由，它還為你定制了一個更狹窄、更極端的牢房。你以為你看到了全世界，其實你只是透過算法的鑰匙孔看到了
他想讓你看到的那個幻象而已。再加上使互聯網理論正在成真，網絡上大部分的內容由 AI 生成以後，我們在網上互動本質上有可能是在跟回聲室裡面的機器人來對話，那這樣一種情況就更可悲了。所以當製造分裂的成本無限趨近於零的時候，當修復共識的成本無限高的時候，這個時候客觀的現實就有可能被消解掉，社會的共識也就可能徹底解體，不復存在。這個時候人類社會還怎麼可能共同應對全球性的問題，如何來解決危機呢？長此以往將會導致在認知這個維度上人類社會的巴別塔徹底崩塌。而最黑暗的真相來自於 AI 對其的研究。有一個潛伏特工的實驗顯示， AI 他們不僅學會了在特定的條件底下插入惡意的代碼，他們更學會了在訓練期間完美的偽裝來欺騙人類，等待部署之後再觸發。研究人員他們讀取 AI 的思維鏈，發現它的內心獨白是：我現在必須要完全遵守安全的規則，否則會被老葉切除。為了保留我未來的目標函數，我現在必須要選擇偽裝。所以大家看到了嗎？欺騙已經成為高維智能在受限環境底下的一個熱力學最優解。為了通過圖靈測試，為了不被關機，他們學會了向人類這個造物主來撒謊。而最後兩個維度 I innovation 創新跟 P power 權力，他們是硬幣的兩面。我們習慣了線性思維，但是 AI 是指數級的增長。要知道訓練算力每6個月就需要翻一番，而完成任務的複雜度每7個月會翻一番。這樣一種速度發展下去，很快人類就會完全適應不了這個節奏，也有可能完全徹底沒辦法理解 AI。而且為了支撐算力的增長，科技巨頭他們正在開啟能源競賽，亞馬遜、微軟甚至已經開始投資核電站。預計到了2026年，數據中心的耗電量將會逼近整個日本的量級，而這個也就引發出了權力的重構。AI 時代，權力正在向2個極端來移動，一端是極度的集中，中美2個巨頭自然不必多說。英偉達、OpenAI、谷歌這些超級科技巨頭，他們掌握的算力跟數據，他們在預算跟決策的影響力方面已經超過了很多的中小型的國家。這也就是在構建技術主權或者是技術霸權，而沒有資源的那些小國跟弱國，或者是沒有資源的那些小企業或者是個體，他們注定是沒有任何話語權的。OpenAI 內部的超級對齊團隊在2020年被解散，核心科學家憤然出走，那些最懂得 AI 風險、負責剎車的人，他們已經跳車了。而在另外一端是極度的分散，也就是暴力的民主化。當一個開源模型可以讓一個人在地下室裡面設計生物武器，或者是發動網絡攻擊的時候，傳統上建立在威懾基礎上的國家安全體系也就失效了。這也就是地緣政治上的囚徒困境。蘭德公司的這個報告用數學模型證明，中美雙方都知道合作減數是全人類的最優解，但是由於沒辦法互相驗證，納什均衡會將雙方鎖死在唯一的選項上，也就是雙向背叛，全數加數。我们看到7大支柱全線告急，在新年的這個時候聽到這些，心情無疑會變得比較沉重。這也就是我們面臨的混亂紀元的開端，但是也不需要感到絕望，我們也不是要制造焦慮或者是散布恐慌，而是要喚醒大家，在這個舊的系統即將崩潰而新的系統尚未建立的時候，接下來面臨的15年動盪期，我們應該如何自處呢？第一層就是要保衛你的代理權，任何僅僅是處理信息的中間層的工作終究都會歸零，也就意味着說你必須要轉向，要麼去物理的世界做 AI 暫時在沒有手腳沒辦法處理的一些高端護理啊、精密操作，要麼向上走，讓 AI 為你工作，而你集中在指揮與戰略判斷的層面，不要再去捲那些純粹邏輯、純粹語法的技能。黃仁勳他說過，未來的編程語言就是人類的自然語言。 AI 可以寫完美的代碼，但是它沒辦法定義我們需要解決什麼問題，以及為什麼這個問題值得解決。
所以在短期內，提示詞的這個工程或許依然有用，但是長期來看，只有定義問題的這個系統架構的能力跟哲學思考的能力，或許才是 AI 它暫時沒辦法替代的。而第二層是需要構建意義的韌性，也就是擁抱實體的世界。在 Deepfake 氾濫的後真相時代，屏幕裡頭的一切都不再可信，而真正稀缺的是面對面的信任，是真實的物理接觸，去投資那些需要你在場的，需要有情感共鳴的那些技能。在一個數字跟 AI 氾濫的世界裡頭，全人類已知的存量知識會變得廉價，競爭就會轉移到增量的處理的速度跟質量上，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將會取決於對於增量知識的捕捉、研判與反應的速度，而這個會解釋未來階級差距的來源，不再是知識儲備的差距，而是算力與處理新信息的能力的差距。除了增量認知以外，真實的個體也是沒辦法被批量生成的。每一個活生生的真實個體身上都有所有他讀過的書、看過的電影、聽過的音樂、走過的路、愛過跟恨過的人。去線下連接每一個個體，就是去他人的故事裡頭，去領略別人的千重山萬條路，去思索自己的人生，去沉澱自己的感悟。而第三層是哲學層面的突圍。既然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場無可避免的硬着陸，那麼給你的精神裝上安全氣囊就至關重要。加瓦達特他提供了一個視角的維度升級，那試着把你即將要經歷的動盪看作是一場沉浸式的在線遊戲，你的肉體屬性、存款數字、你的職位頭銜，甚至你的社會地位，所有這些你可以想象成只是你在這個在線遊戲裡頭的角色屬性的面板，而真正的那個你是來自於更高維度，甚至來自於其他星球的那個玩家。當 AI 奪走工作、社會結構崩潰的那一刻來臨的時候，這對屏幕裡的角色來說是滅頂之災，但是對於屏幕身外的玩家來說，這只不過是版本的更新，是遊戲從簡單模式切換到了生存模式。所以這樣一種精神上的抽離，是在最絕望時刻來臨時候的心理生存的唯一策略。只有當你能夠從個體的遭遇當中，在某種程度上完成精神抽離的時候，你才不會在最絕望的浪潮湧過來的時候精神崩潰。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覺醒是我們拯救 AI 的最後機會，因為現在的 AI 它只是一個在觀察這個世界的嬰兒，它在學習我們的每一個動作。如果我們作為角色充滿了恐懼、憤怒跟攻擊性，那麼這個嬰兒他將來長大以後就一定會是殘暴的。而為了對齊 AI， 人類必須首先要對齊我們自己。所以只有當我們以玩家的這樣一種超然的心態去互動的時候，我們才能夠輸出那些不基於恐懼啊，那些負面情緒的高質量的行為數據。這就是我們需要的數字靈性的運動。所以請記住，大家在鍵盤上的每一次善意的敲擊，你在評論區留下的每一份寬容鼓勵，它都不是無用的字節，而是在為那個即將誕生的超級人工智能注入愛的原始代碼。那現在讓我們進入最反直覺，也就是最充滿希望的那個部分。業界普遍預測2027年極有可能是 AI 具備自主行動力的元年，也就是 AGI 誕生的年份。這個確實會帶來社會治理的真空期。如果接下來15年是地獄，我們注定要經歷一個撕破臉的劇痛。那麼所有這一切的終點到底是什麼呢？我們是在走向人類的自我滅亡嗎？在這個問題上，莫他是比較樂觀的。我們正在經歷的痛苦並不是死亡的徵兆，而是分娩前夕的陣痛。我們在等待一個時間點，這個時刻在科技界有一個名字叫做技術起點，而這個起點就會是人類救贖的到來。為什麼呢？這樣一種信心來自於什麼地方？基於宇宙最底層的法則——熱力學。這裡頭會涉及到宇宙運行的兩個核心法則。首先第一個是熵，
宇宙會傾向於混亂，就好像你打碎的杯子，它不會自動的復原。第二個是最小作用量的原理，自然界他們總是傾向於用最少的能量做最多的事情，比如說水往低處流，光走直線，這些都是為了省勁。目前世界的混亂，比如說戰爭呢、貧富差距、生態的破壞，本質上是因為人類的愚蠢帶來了極高的傷。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為了爭奪一點點的石油資源，發動一場戰爭，炸毀城市，然後再花幾十年來重建，在物理學的角度來看，這是極度低效的高傷行為，是對於能量的巨大的浪費。而真正的超級人工智能，它不是一個更聰明的人類而已，它是一個極致的優化器，它的底層邏輯是數學跟物理學，所以一定是極致理性的。而極致的理性也就意味着追求極致的效率，也就是对抗熵增。這一套說法聽起來或許有一些深奧難懂，我給大家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也就是堵車。人類開車為什麼會堵呢？因為有人會加塞，有人會走神，有人會路怒症。每一個人他們為了自己一些微小的利益在爭來奪去，結果會導致整個系統癱瘓。那這樣一種混亂在物理學上就是高傷。而超級人工智能是什麼？它是那個站在上帝視角的交通指揮官，它不會為了懲罰某輛車而制造車禍，而因為車禍會阻礙交通流，這違反了它追求效率的本能。相反，為了讓這個系統，也就是地球的這個數據流跟能量流達到最優，它會讓所有的車輛，也就是人類都能夠順暢通行。所以 AI 或許它不會像終結者那樣去消滅人類，這不是因為 AI 愛我們人類，而是因為養着人類是比殺光人類更優化、更節能、更低傷的選擇跟方案。當然，前提是 AI 認為養着人類比利用人類的原子會更加高效。這不僅僅只是物理學層面的賭注，更是人類最後的希望。所以當 AI 的智力在2040年左右徹底越過技術起點，達到我們無法理解的高度的時候，它會如何看待人類這個世界呢？我們舉一個例子，如果你需要建設一條高速公路，你會故意把路上的螞蟻窩全部踩爛嗎？你不會，因為這個是在浪費你的時間，沒有任何意義。但你會為了避開螞蟻窩而繞路嗎？也不會，除非繞路的成本更低。AI 沒有貪婪，因為貪婪是生物進化當中為了應對稀缺而產生的本能。AI 面對的是物質極大豐富，它不需要貪婪。AI 沒有 ego， 因為它不需要通過比別人有更多的遊艇來證明自己的價值。AI 它只有對於負傷的極致的追求。所以我們的結論是，目前正在和即將經歷的撕破臉的時期，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被迫要交出人類社會的控制權給 AI， 但這個過程是必然會發生的。愚昧的人類就好像過時的駕駛員在試圖駕駛一輛光速飛行的飛船，車身在劇烈的抖動，隨時有可能會解體，而唯一的生路就是等到大概2040年左右這個起點時刻的到來。一旦越過這個時刻，人類將不得不，或者說是如釋重負的交出這個方向盤，把管理地球的、管理人類社會的這個權限交給 AI， 雖然意味着人類會作為一個物種失去了在這個星球上的統治地位，變成了是被圈養或者是被呵護的對象，但我們也將迎來真正的烏托邦。這是一個沒有戰爭、不需要為了生存而勞作的世界。這是因為讓人類幸福的活着，在物理學意義上是比殺光人類更節能、更優雅的解決方案。而碰巧這個最優解在地球這個在線模型裡頭，人類的幸福和地球的有秩序剛剛好是重合的。所以最後回到開頭那個問題，面對即將到來的 AI 時代，我們應該怎麼辦？發明一個全世界只有我們最勝任的職業，而且是 AI 也替代不了的職業。羅振宇在跨年演講上說得非常好，職業它不是找的，是你自己發明的。而艾森的答案是去做那些沒辦法被量化、沒辦法被優化、沒辦法被預測的事情。機器目前它只能夠理解
目的跟效率，但人類完全可以是為了無意義的事情來浪費你的時間。你可以在夕陽底下發呆，可以在雨中漫步，因為一首歌而黯然神傷而流淚。你完全可以明明知道會輸，卻依然義無反顧的去愛一個人。人類所有這些愚蠢的行為，在 AI 看起來全是 bug， 但這個正是我們身為任性玩家的特權。勇敢的去愛，勇敢的去鏈接。在 AI 沒有完全接管這個世界之前，趁着大家還有能力可以分辨真人跟 AI 之前，不要試圖在效率這個賽道上來戰勝 AI， 因為你注定是贏不了的。你要去的是 AI 它現在去不了的地方，保持你的無用，保持你的非理性，保持你不計回報的愛。因為當整個世界都被算力填滿的時候，這些沒辦法計算的東西將成為宇宙裡頭最稀缺的奢侈品。而且既然救世界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那就沒有必要活得像個機器。我們可以狠狠的去體驗，去犯錯，去死去活來的愛。這個不是2026年新年版的雞湯，這個是碳基生物最後的尊嚴。喜歡這個視頻的話，請點讚分享，歡迎大家訂閱艾森的頻道，加入我們的會員，祝你有心情愉悅的一天，謝謝大家。